公元329年，距离那场毁天灭地的八王之乱已经过去了30年。30年间，华夏大地经历了剧烈的变动，流遍了胶原血，直到如今，好像也终于迎来了片刻的安定。329年，在南方为祸3年的苏峻之乱，终于在东晋群臣的合力之下破灭了。而北方，后赵石勒刚刚一战定乾坤，攻灭了前赵，奠定了称霸北方的基础。中国一南一北2个政权再次迎来了新的对峙格局。平心而论，尽管《晋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都对江东群臣讨伐苏峻之事描写得非常细致，但是只要我们透过那些无聊的文学性描述去看本质，就会发现整个东晋在对抗苏峻上就俩字儿：墨迹。不过呢，看到大家这样热情，我要是对这段历史一句话也不说，闷声大发财，讲一句无可封高，你们也不开心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的。东晋咸和3年，公元328年正月，苏峻率领叛军攻陷东晋首都建康。挑起这场滔天大祸的国舅爷于亮，已经非常潇洒地丢下妹妹和外甥逃跑了。苏峻的叛军从江北而来，那里又穷又苦，10余年来没睡过1天安稳觉，还要对付物理意义上吃人的俘虏。所以尽管江南朝廷也只是草创，但对于他们来说，这里的丰衣足食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天堂了。很快，叛军面对辉煌的帝都就忍不住了，他们匪性大发，见东西就抢。皇宫国库里有布20万匹，金银5000斤，钱1万，被苏峻的叛军抢得一点都不剩。这还没完，他们还洗劫的首都的百姓，稍有抵抗就杀人，一边走一边杀，以至于发生了男男女女被抢劫的全身上下什么都没有了，赤身裸体，只能把自己埋到土里遮挡身体的程度。然而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同样也发生在了皇宫里面。废物国舅爷跑路了，但是皇帝和太后还在。当叛军涌上大殿的时候，刀光剑影之间，差点就顺势将6岁的皇帝一并杀掉。幸亏有王导带头，带着陆业、松巡、张凯、刘超、钟雅、楚煞等一众高级官员用身体保卫皇帝，叛军才没敢轻举妄动。不过叛军不敢伤害，也不愿意伤害的只有皇帝，太后就没那么好运了。苏峻的士兵从皇帝这儿悻悻离开之后，就去了太后的住处。史料只告诉了我们，叛军在太后宫中把宫女抢劫搜刮了一遍，别的也没多说。只是1个月之后，我们知道太后本人因为忧虑去世了。首都被彻底控制之后，2月初8，苏峻进入皇宫，以最终赢家的身份主持政务，宣布除了于亮兄弟，其余人等都无罪，然后再给共同闹事的祖约一步到位加封太尉，自己录尚书事，其余重要岗位都由自家子弟担任。首都沦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温峤的耳朵里。温峤闻信嚎啕大哭，恰巧这个时候于亮也死里逃生，投奔到温峤这儿。没想到于亮到了之后，第一件事竟然还是抓权。他拿了一道自己妹妹太后于文君的诏书，说要给温峤升官，让他担任骠骑将军。温峤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现在都国破家亡了，打不过叛军，你就是把职位给我加到天庭玉皇大帝兼领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佛祖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国舅爷，你还是快收了神通吧，睁眼看看这个世界，现在能帮国家搞定苏峻的只有陶侃老先生了。但是吧，很遗憾，陶侃老先生却成了本期的第一个磨蹭大师。温峤听从建议，认为应该把东晋秦王联军盟主这个位置交由陶侃担任，但是陶侃却来劲了。上期我们说过，于亮最怕3个人：苏峻、祖约、陶侃。前2个人已经反了，现在只剩下陶侃。而陶侃跟于亮的矛盾核心，就是怀疑于亮阻止自己进入顾命大臣名单。当然了，陶侃并不是那种没有大局观的人，只不过是对于亮的瞎搞耿耿于怀。于是陶老先生开始演戏，回复温峤说：哎呀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边疆的偏僻小官而已，怎么敢操心中央事务呢？温峤听了这话，心里不爽，知道老头心里还有气，但又没有什么办法，于是又去了一封信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结果陶侃依然拒绝，温峤又派人来，陶侃再拒绝，不知道反复了多少回。最后温峤首先烦了，给陶侃回信说：您老不是想镇守边疆吗？那你守着吧，我们走了。陶侃呢，确实也有不着急的底气。温峤只有7000多人，而陶侃却有4万，打苏峻确实得指望人陶侃。但温峤呢，也确实不怎么待见陶侃，原因还是无聊的门阀身份。
由于陶侃是西族人，门阀们都表面上尊重，背地里埋汰他。比如有一次于亮不敢去见陶侃，温峤劝于亮说，陶侃那个老细狗我很熟，你但去无妨。你看明明是为陶侃的人格担保，却偏偏要骂上一句西狗。话说回来，温峤手下有一个叫毛宝的将军，知识水平很高。温峤破罐子破摔之后，他劝温峤可别找事了，强敌在外，内部如果也闹矛盾，这仗还能打吗？温峤呢一点就透，马上派人把之前的信追了回来，又重新修改措辞给陶侃奉上。这次陶侃果然一口答应，双方约定5月共同出兵解救健康。在此之前，陶侃先派先头部队到温峤所在的江州报道。温峤觉得大功告成了，于是开始推进接下来的工作。他发布了一封檄文，痛斥苏峻祖约是乱臣贼子，又说自己于亮、陶侃、西涧等人已经组建了盟军，一定会光复健康。看这个檄文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人家陶侃听了之后又不干了，还把已经派过去的先头部队撤了回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温峤没有在檄文里面说明确谁是盟军统帅，或者具体一点，没有明确陶侃是统帅。温峤还是聪明的，看到陶侃又坐地起价，于是又赶紧写了一封信，一上来就明确了陶侃的身份。他说，陶公这是在干嘛呢？我已经传檄各地，邀请各州郡结成同盟义军，共同举事征讨苏军。现在各郡军队已经在半道上，只等着陶将军兵马前来会合，统一指挥，便可齐头并进。陶侃怎么不知道这些摆事实讲道理的事儿呢？他想要的只是实打实的权责。你说他贪恋权势也好，防止多头管理而集权也好，总之看到盟军方面的表态之后，陶侃当即出发与温峤会师。好了，一波三折举兵总算是完成了，接下来应该能顺顺利利进军了吧？很可惜，并没有。就在陶侃风风火火地往江州赶的时候，浔阳城里一条小道消息随着大风刮了起来。人们都说陶侃进城之后会处死于亮，以平息天下群情汹汹。于亮这个时候确实是慌了，当初自己在朝里胡搞瞎搞，那是因为有皇帝外甥和太后妹妹。现如今在这野蛮法则的军营里，一方大员一定要把自己做掉，他确实无计可施。恐惧之下，于亮向老伙计温峤问计，温峤则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主动放低姿态，亲自出城迎给陶侃，并向陶侃叩拜谢罪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于亮终于务实了一点，放下了他尊贵的面子，一见到陶侃的队伍就伏地跪拜，这一下让陶侃也大吃了一惊。毕竟于亮名义上还是执掌机要的中书令，又是当今皇帝的亲舅舅，于是他赶紧扶起来于亮，说道：元贵先生怎么倒拜起我陶侃来了呢？看起来俩人似乎一笑泯恩仇了。但是吧，陶侃有个小毛病，就是喜欢拿话揶揄人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很阴阳。陶侃比温峤、于亮两个小伙大30岁，可以说陶侃走过的路比于亮吃过的米都咸。陶侃也开始给于亮开起了不合时宜的玩笑，说：你当初修建石头城是为了防着老头子我，现在不仅不防我了，还得有求于我啊！于亮只能在旁边笑笑不说话。然后到了当天晚上，各方面军举办接风宴，席间于亮吃蟹菜，类似于韭菜。陶侃发现于亮每次吃完蟹菜都把蟹白的部分留出来，就感到很好奇，问于亮这是为何。于亮回答：蟹白扔了可惜，埋到土里还可以种。陶侃听完哈哈大笑，夸奖于亮说：你看这于国舅不仅长得帅，而且还有治世之才能啊！当然这些只不过是大军出发前的一些小插曲。等到西涧也率领部队从京口到达之后，双方合兵，陶侃开始指挥这支4万多人的部队顺江而下。注意，西涧放弃京口来到江州，这一走就给后面的战局造成了几乎不可挽回的问题。叛军头的苏峻听说了这支秦王部队之后，表现出相当大的重视。他从原本驻扎地姑熟换防到了石头城，还把小皇帝从皇宫掳到石头城看管起来，做自己的护身符。陶侃这支队伍在健康上游，在下游，义军们也自发地组织了起来。当初苏峻刚作乱的时候，三吴地区的地方官和豪族对苏峻异常愤慨，打算各自组织队伍进京擒王。然而那时候，我们的国舅爷于亮先生打着担忧门阀作乱的口号，宣布任何人没有朝廷命令随意起兵，均为造反，当杀无赦。这才导致了苏峻进入健康，然后在进入扬州的核心地带的时候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如今有了陶侃的带头表率，整个三吴大地上顿时群情激昂。更为关键的是，王导也悄悄在敌后发力，
搞了一封所谓的太后密诏，并派人悄悄地送了出来，召集三吴的官民，组织义军解救晋成帝。在王导的官方文件加持之下，不少本地豪族或周边郡县都自发组织起来，宣布要与叛军抗争到底。王导的堂弟会稽内史王叔被大家推举为这支义军的首领，王叔则是任命于亮的弟弟于兵为奋武将军，吴兴太守于谭、吴国内史蔡模、前义兴太守顾仲等人皆起兵响应。他们迅速集结起1万多人，西渡钱塘江。王叔、于谭等人从西向东攻击建康，与陶侃、温峤的兵马一东一西相互呼应，看起来似乎就要有两面夹击，击败苏峻的希望了。然而，战争的天平又再次倒向了苏峻。当陶侃被温峤一通忽悠来到石头城外的时候，他看到的不是一支疲惫不堪、毫无意志的部队，相反，苏峻的部队斗志昂扬，兵马精壮。这下让陶侃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，他下令部队不得轻举妄动，尽量避免与苏峻打陆地战，坚持住就有办法。西线的陶侃坚持不出门，东线的王叔就遭殃了。苏峻的部队长驱直入，对三吴军队发起猛烈的反扑。义军虽然态度坚决，但是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在连战连败之下，三吴地区损失惨重。尽管王叔本人坚持战斗到底，但是岌岌可危的局势之下，一些地方守军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，倒向了苏峻。自从苏峻起兵开始，这几年桓彝就始终在对阵的第一线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他先败退于芜湖，再败于宣城，再败于广德，最后为苏峻的部队包围于泾县。然而，就在大家准备以死报国的时候，泾县县令姜波，他眼见叛军来势汹汹，固守下去虽然有名节，但必然死无葬身之地，命都没了，做那样的人有什么用呢？随后，姜波暗中勾结叛军，给苏峻手下大将韩晃带路，并于不久之后一举攻破泾县。桓彝本人也兵败被杀，含恨而死。当姜波苟且偷生，暗暗窃喜地迎接叛军的时候，桓彝15岁的儿子已经哭得双眼流血。他夜夜枕戈，发誓为父报仇，并在3年之后亲手杀了姜波全家。话说回来，不仅东线损失惨重，西线那边同样没有好果子。尽管陶侃已经下令不得轻举妄动，但还是有人不听招呼，急于出兵。这个人就是我们这几期专治低血压的老伙计于亮。于国舅到达石头城外，认为应该速战速决，我们4万打2万，那不应该打出军威国威吗？随后便带着自己的部队平 A 了上去，结果却是被刘民军大败。再次闯祸的于亮也没了脾气，把自己的符节上交陶侃，表示认错认罚。陶侃还是有格局的，没有在这个时候对于亮下手。他跟于亮说，古人带兵3次战败才上交符节，君侯这才第2次，不用着急。但紧接着陶侃话锋一转，给于亮下了死命令，说如今事态紧急，于国舅可别再犯第3次错误了。东线战场被打爆，桓彝战死，让陶侃意识到东线战场必须建立起一个能打持久战的根据地，而这个地点最好的莫过于京口。本来西涧就驻扎在京口附近，但是当温峤传檄天下的时候，陶侃和温峤为了集中优势兵力，又把西涧给调了出来，结果导致现在的东线战场每况日下。因此，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，陶侃命令西涧为这支盟军的工兵部队总指挥。先是令西涧在西线石头城北连夜修建了一座能容纳几千人的白石垒，用作西线战场对抗苏峻的据点。紧接着又让西涧北上京口，建立大业、曲阿、逞亭3座堡垒。这几个堡垒一建成，盟军被动挨打的境地就明显改善了。就连我们的于亮国舅爷也能打出2000人镇守白石垒而万人不克的战绩了。就在堡垒刚刚建好，局势有所好转的时候，战场上又出现了新的意外。联军的后方传来了坏消息，祖约派人进攻联军根据地浔阳盆口及盆水入长江处，在今天的九江市境内。陶侃很是担心，如果让祖约占据了浔阳，等于叛军又占据了联军的上游，从上而下，顺江而下，那盟军必然遭受前后夹击，早不动晚不动，偏偏这个时候袭击大后方，祖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一方面，苏峻火急火燎地跟盟军死磕，祖约应该理所应当地表示一下。而另外一方面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祖约此时在江北面临着后赵的巨大压力，祖家军上下人心惶惶，崩溃之势日趋明显，已经有不少高级将领在悄悄联系后赵，企图投降活命。为了把死局做活，也为了求一处生地，祖约才铤而走险进攻江州。而陶侃这边事情紧急，他甚至准备亲自去迎战祖约。不过参军毛宝认为
陶侃是义军统帅，亲自突围这种事儿还是不要妄动了。于是主动请战去解救大后方。陶侃由此注意起毛宝这个参谋将军起来，对座中诸人说道：“这个年轻人其言可用。”毛宝率军前往救援的途中，与祖约内部一个想要投诚将军的将领取得了联系，并策划了起义的相关事宜。然而，当毛宝率领大军沿水路去与这支队伍会合的时候，祖约已经知晓消息，并派兵大举围攻，包围了这支部队。不等自己的兵力全部集结上岸，而是直接率领轻骑兵冲入敌阵。毛宝勇气可嘉，却还是没有打过叛军，不但被叛军包围，还被一支流箭射中。这支箭直接击穿了毛宝大腿，然后把他钉在马鞍上。但毛宝名字很萌，人却很猛，他命人踩住马鞍，生生将剑从大腿里拔了出来，然后翻身上马再战。就这样一口气突围出了包围圈。这还没完，毛宝艰难突出之后，回到自己的部队，反过头来又继续带着冲入敌阵。敌军凭借人多势众，欺负毛宝只有少数先头部队，当然有成效。但当毛宝的主力部队都到了之后，战斗便瞬间扭转局势了。毛宝挥师猛攻，祖约部队连战连败，最终穷途末路，放弃了攻占浔阳，灰溜溜的又返回了北方。公元328年7月，后赵大举南下，祖约部队内部发生了分裂，高级武官密谋抓了祖约，送给后赵当投名状。祖约惊恐之下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仓皇逃奔苏郡驻扎地。至此，祖逖辛辛苦苦打造的祖家军彻底付诸东流，消失于历史的舞台。打击祖约、稳固后方的目的达到之后，温峤便将毛宝召回直奏城，准备对苏郡叛军发动最后一击。说是发动最后一击，但实际上还是在僵持不下，打又打不过，走又不能走，盟军只能在石头城耗下去这样子。然而对于苏郡来说，祖约的失败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，压在所有高级将领的心头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苏郡集团内部又爆发了一轮争执。苏郡的心腹陆勇、匡树、贾宁等人认为祖约的失败就是因为内部不团结。如今祖约已经被自己人逼得穷途末路，而在苏郡的大本营里，朝廷大臣诸如王导等人似乎还在兴风作浪，因此建议对这些朝廷老臣展开大清洗，彻底断绝内部分裂的可能性。苏郡毕竟不是想篡权当皇帝，对于手下激进派的意见，苏郡以王导等人德高望重为理由拒绝了。陆勇等人由此对苏郡更加失望，既然选择做乱臣贼子，那就得有个乱臣贼子的样子，又当乱臣贼子，又想保全好名声，那结果必然是挫骨扬灰。因此陆勇等人开始有了二心，琢磨着退路。这一敌人内部的分裂倾向被我晋三朝顶级老狐狸王导敏锐地抓住了。深入敌营，他甚至主动出击，成功策反了陆勇等人，令他们私下归顺了朝廷。又是1个多月的运作，趁着苏郡麻痹大意之时，王导带着自己的2个儿子与陆勇一起逃出了苏郡军营，直奔余亮驻扎的白石垒。不过苏郡叛军内部产生了裂痕，但是在正面战场上，苏军仍然没有让盟军占到半点便宜。苏郡刘民军匪性的那一面被彻底激发出来，即便是内部在分裂的前提下，他依然大胆分兵，派人向东西2面战场分别出击，攻伐劫掠不说，还多次取胜，甚至一口气把温峤、温太人也打服气了。至此，联军之中开始有畏难情绪，各级将领和普通士兵厌战情绪开始滋长，屋漏偏逢连阴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温峤的粮食见底了，随后他便去陶侃处借粮。陶侃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，见温峤前来借粮，便是大发雷霆。他质问温峤说：“想当初你和余亮广发檄文的时候，文章说的好听，跟我说什么不愁无良将，不愁无军粮，只需要我出任盟主便可。可是如今良将何在，粮草何在？苏郡反而越打越猛了。还有我驻扎的荆州那地儿，不比你这健康城轻松多少。北边要防备胡人，西边要防备成汉，现在连军粮也耗尽了。我看我还是尽早回家，返回荆州，什么退敌良策也好，讨伐逆贼也好，还是从长计议吧。”听完陶侃一通火力输出，一向口齿伶俐的温峤也吃瘪了，只能说什么我为道义，彼为不义，道义必能战胜不义，又或者我跟陶公世受国恩，应当肝脑涂地之类的话。陶侃则表示，文采斐然的那本禁书你知道吧，里面比你还伪光正的说辞，我比你不知道熟到哪里去了，我听都不听。总之你说破大天也是垃圾话，没粮食了就是不行。就在2人不欢而散的关键时刻，还是那个曾经大放异彩的毛宝站了出来，毛遂自荐，表示能说服陶侃留下。温峤暂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好同意让毛宝去试一试。
毛宝前半部分跟陶侃的说法其实跟温峤的一样，核心观点就是局势已经是焦灼态势，谁退后谁就会失败。但重点是后半部分，毛宝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，让我再去试一次。他说两晋系列24集的时候，那个杜涛不可谓不强盛，陶公最终还不是一样将其剪除了？难道区区一个苏峻就无法取胜吗？何况叛军之中也不是人人勇健，也有贪生怕死之人。陶公可以试着交一部分兵力给我，让我带上岸去断绝叛军的粮草。如果我也无功而返，那到时候陶公再回荆州，众人也就不会再对您有怨言了。毛宝尽管是在拍马屁，但建议也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他给出了攻守易势的关键一招，就跟当年曹操袁绍僵持不下的破局一招一样，烧对方的粮草。陶侃听完，认真整理了一下思路，认为毛宝的建议是对的，便让他前去一试。毛宝当然也不负众望，没有选择与叛军死磕，而是找准机会烧毁了敌人的2个粮仓。这一下换成苏峻军中缺粮了。陶侃看到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，于是也坚定了信心，又分出了5万石军粮，命人送到温峤军中。苏峻在西面的粮草被烧，令他十分愤怒，于是他把矛头对准东面的京口，命令部下张建、韩晃等对大业堡垒一通猛攻。大业堡垒承受着叛军狂风骤雨般的进攻，最艰难的时候，垒中缺水，到了只能喝厕所粪水的程度。此时镇守大业的是郭沫，此人有一点怂，早年间曾经跟着李举在洛阳沦陷后打游击，也确实坚持了好几年。然而李举战败之后，他最终选择抛妻弃子，只身逃往江南朝廷。如今大业堡垒形势危急，他又故技重施，自行偷偷突围，把士兵扔在垒中据守。身在京口的西涧得到大业被围的消息，全军上下都大惊失色。部分将领建议西涧说，大业是京口的屏障，一旦失口，则叛军就能径直杀来，难以抵挡。眼下不如直接弃城而走，直奔广陵，伺机再动。西涧非常愤怒，一个个卖队友卖起来没完了是吧？他给军帐中的大员表示，我们所有人的使命就是死守京口，准备把命交代在这儿，别的什么都不要想了，并当即就要把这个人推出门外斩首。众人劝说良久，西涧才将他释免。陶侃听闻大业被围的战报，也很焦急，准备发兵救援。关键时刻，长史殷宪认为，与其千里迢迢去救大业，不如围魏救赵。咱们盟军的将士不惜步战，苏峻的流民武装又能征上战，如果前去救援大业未必能够成功，万一战败，那大事休矣，还不如猛攻石头城，大业之围自会解除。陶侃觉得有道理，便亲自督督水军开赴石头城。同时，余亮、温峤、赵胤等人也率步兵10000人出白石垒，向南对健康城中的叛军发起攻击。至此，盟军与苏峻叛军的最终决战到来了。哎妈，憋了这一集，磨磨蹭蹭，反反复复，可算是要决战了。9月26日，天高云阔，极目长江。温峤在江边建立临时太庙，祭拜皇天后土列祖列宗，登坛发表誓师演讲，生气激扬，壮怀激烈。随后，东晋盟军全军出击。苏峻也自知关键时刻要到来了，他严阵以待，率领8000人迎战，并且依旧生猛。再次兵分两路，派他儿子苏硕和部将匡孝分头迫近赵胤所部，并一举击败赵胤。赵胤被打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苏峻正在军中犒劳将士，已经喝得有几分醉意了。看到赵胤兵败逃走，他一时兴起，便大声喝道：“匡孝能破敌，我难道还能不如他？”说完，苏峻便撇下众人，只带了几名贴身骑兵，就开始试图冲击盟军阵地。当他发现无法突进之时，才猛然发现自己犯了大忌讳。三军主帅竟然亲自打肉搏战，身上的酒醒了一大半，于是他赶紧准备拨马回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，陶侃部将压门将军彭氏、李谦等人趁机赶紧扔出长矛，射向苏峻。苏峻恰好被这几根长矛射中，受伤落马，坠于地下。等到他再站起身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团团围住。杀红了眼的盟军知道，眼前这份首任敌方统帅的军功属实难得，于是纷纷争先恐后的向苏峻砍去。最终，这个为祸一方的逆贼头子苏峻被盟军战士千刀万剐，身体被砍得血肉模糊，横死当场。随后，还不解气的盟军又发动死亡审判，令苏峻挫骨扬灰，连他的骨头一起一把火给烧了。盟军大呼万岁，声势震天地，而余下的叛军见到此情景，也四散溃逃。横扫三吴的刘民帅苏峻，硬扛整个东晋3年不落下风，竟然这样虎头蛇尾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还留下笑料在人间。当然，我们知道酒驾的可不是苏峻一个人，仅仅2个月之后，另外一个豪杰人物刘耀也会因为喝大酒，从而葬送性命、家族、江山。如果小伙伴魂穿328年这一年，记住，打仗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要喝酒哦。主帅一死，苏峻集团叛军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了。苏峻的司马任让等人推举苏峻的弟弟苏毅为新主，关闭城门，坚守不出。祥和4年，公元329年正月，苏峻手下的主干力量匡树献出苑城，归顺朝廷。2月，联军对石头城发动了最后的攻击。苏毅大败，苏峻的儿子苏硕带着几百名骁勇军士渡过秦淮河，拼死一战，以求突围，但被温峤击败并斩杀。苏毅也被义军擒获，经审判后杀头。乱军之中，小皇帝成帝司马衍被攻入台城的盟军将士找到了，并抱到温峤船上。群臣终于见到了被掳走3年的年幼的皇帝，皆俯首于地，哭泣请罪。逃到白石垒的王导此时也赶来石头城集合，并命人找出自己的旧日的符节。这时候讨砍阴阳人的那个劲儿又上来了，他笑着给王导说，当初苏武被匈奴囚禁在贝加尔湖畔，手持大汉符节19年，苏武的符节好像不如王司徒你手里的这个。又不久之后，苏峻集团的任让、张建、韩晃等人也全部被诛。这场前后持续了3年的苏峻之乱终于宣告平息了。怎么评价苏峻之乱呢？一场几乎将东晋彻底掀翻的叛乱，一个被逼造反的流民军猛将，一会儿谁也打不过，只能等着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流民武装，一群望江兴叹，只能修建堡垒死扛到底东晋盟军，一场磨磨唧唧，除了意外的结尾，哪都令人感到无聊的战争。以上可以说就是苏峻之乱全部写照了。但是苏峻之乱结束了，苏峻之乱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。比如公兵首长西涧创造了一个影响未来南朝300余年的京口重镇。比如东晋初年功劳最顶峰的陶侃，解锁1个人都督江南7州诸军事的成就，其余4个巨头则悄然瓜分了朝廷权力，一超多强格局正式形成。比如东晋群臣嚷嚷着要迁都，由此又引发了一轮新的权力争斗。再比如温峤深夜在长江上做了一场诡异的梦，见到了所谓的幽冥鬼神，回家后不久便与世长辞。以上这些内容我准备出一期单独篇来介绍，大家敬请期待哦。最后再来一点阴暗小故事的预告。江南的东晋在经历了惨烈的苏峻之乱之后，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时期，尽管有斗争，但并不激烈，对外也作战，但很佛系。这个时间大约是329年开始，一直到公元346年，某桓姓大臣建议伐蜀为止。而与此同时，仿佛是历史的默契，当江南比较安稳的时候，北方却即将爆裂起来。在华北大地的北方，一代豪杰石勒即将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点，为此石勒开始加班加点推进工作。329年苏峻结束后2个月，石勒在北方俘虏前赵皇帝，前赵彻底灭国。330年，石勒先称大赵天王，后正式称帝。331年，石勒开始在邺城修建新国都，同时开始扶持自己的太子，准备接班。332年，徐光等大臣力保太子，建议石勒杀掉石虎，以绝后患，由此掀起了一场针对石虎的党争。而石勒在犹豫不决中走向了333年，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。再往后的故事我们就都熟悉了，暴君石虎即将炙烤大地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不是天天要听阴暗小故事吗？现在好了，大的终于要来了。